前2天你跟我说的事，我还没回答你。现在你想好答案了？没错，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你的建议，我们是和平分手的，不是劈腿，也不是感情危机，只是不合适。对，是我的问题。不，我也有责任，所以我们做不成情人，就做邻居，做朋友，也挺好的。你真的这么想？是啊，跟前男友做朋友是我的传统，我可没有跟前男友提要求和添麻烦的习惯。那我们以后还是朋友？当然是朋友。今晚的月色真美。大概是你的眼睛和我的不一样吧，所以能看到月亮。是啊，只有我能看到月亮。那我回去了，晚安。晚安。都在这儿。流浪老人收容所里3个月前收留的一个老人，特征和您说的吻合，左手手腕上有5个指印的伤疤，但那个老人1个月前被他的远房亲戚接走了。我去查了留下的家庭住址和电话信息，都是假的。回来了，去洗手吃饭吧。我家门铃坏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按过的。那你该知道没人在家吧？对，幸好你的密码没有换，否则爬窗户的话，显得很像私闯民宅。就算知道密码，你这也是私闯民宅吧？报警吧。就说你的邻居朋友菜买多了，知道你收工后会饿，所以用密码开门，给你做了一桌子菜。你觉得这种行为是私闯民宅，让他们来抓我？不报警就吃饭。
徐小乖要是在我身边打转，迟早会知道我怀孕的事。我一定要跟他划清界限。你一定很忙吧？待会儿冯东东就来洗碗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我不忙。大哥，这是逐客令，听不出来吗？就算不忙，也要假装很忙啊。你心里在骂我？你进化出读心术了吗？我开玩笑的。看来你真的在骂我。谁回到家看到自己的邻居在家里做饭，都会想要骂脏话吧？那你说说，你希望能有一个什么样的邻居？比如对方不在家的时候帮忙收一下快递啦，顺手帮邻居浇一下花园啦，做了什么好吃的端给邻居一碗啦，这样就很好了。好。好什么？对方不在家的时候，帮忙收一下快递，顺手帮邻居浇一下花园，做了什么好吃的，端给邻居一碗。天哪，薛灵巧，你是薛灵巧吗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你的口头禅不是“不行”“不要”“不可以”吗？不可以吗？非常可以，继续保持。这个失眠孤独的夜，寒冷的空气让思念更强烈，想拥抱你，你却放手；想亲吻你，你却远走。难道失去了你的一切 ？Will you let me？ 我爱你，我真的不愿放弃。有限的一生，请让我守护你。天气之，救命！我正在被人类追杀！啊！我到了。拿到饭卡了吗？小 case。拜托了。放心，演戏我可是专业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前台搞错了，怎么能让我入住没退房的房间呢？这是我男朋友开的房间，
约了其他女生。哦，那我能用房间的电话打个电话到前台换房吗？演技太差了，这位小姐，你就是云珍约开房的女生吧？说吧，要多少钱才肯离开我男朋友？开个价吧。演技差，这位小姐，侮辱人也要有个限度。你见过怀孕4个月还出去跟别的男人开房的女人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在楼下查过了，这明明就是我男朋友。男朋友？哼，什么样的男朋友会背着女朋友在外面开房啊？我要是你，我就用剪刀把他那不争气的东西给剪下来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都说强悍穿衣吃饭。我家里还有个女儿，可奶奶嫌弃是女孩不肯带，都3岁了还在穿纸尿裤。我多逼这次要是争气生个儿子，看他们老徐家不把老娘当祖宗供起来。这位小姐，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，男人把我们女人当拉磨的驴啊！我怀了孕还要出差，这次又在飞机上传染上了流感。这位大姐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我搞错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出来吧。你这个妖怪怎么这么怂啊？被女人追得躲衣柜了。妖怪又怎样？我既不能在他面前暴露身份，又不能揍他。那你连站在他面前都不敢啊？他也是妖怪？他比妖怪还可怕。这个女人的属性很奇怪的，狗皮膏药一样，甩都甩不掉。她单方面的不肯跟我分手，我每天都要后悔一遍，当初为什么要招惹她。自作孽不可活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当然有事。我想过了，既然你要跟薛灵乔一刀两断，不要他的孩子也好。但是你的身份太敏感，肚子里又揣了个怪胎，普通的医院怕是会引起轰动的。哎，现在不是流行女明星去国外学习吗？你也去一下。我选了几家国外的私人医疗机构，有我的血液保驾护航，能保证你立刻恢复。可是我没有签证，去办一个就好了呀。而且我的肚子看起来这么平，也许真的要怀3年呢，也没那么急吧。这种事情当然要快刀斩乱麻，难道留着过年吗？你之前不是一直很反对我不要小孩吗？怎么变这么快？因为你将来是要做我老婆的，生我的孩子就好了呀。你果然是海绵啊！海绵？什么意思啊？海绵在地球上生存了6亿年，在进化过程中完全丢掉了大脑，也没有任何神经，想活下去，只要过滤海水就好了。哎呀，你行了吧？你自从买了一个水族箱啊，最近变成海洋科普老能手了。哎，过来看看，你女儿被一个破综艺强迫下车了，你还有心情养海绵？哪个节目让妹妹下车了？哎，小心我的模型！你是大马路啊，大马路可不涨房租啊！哎。
喂，伯父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那个双胞胎哥哥是怎么回事？你都做了妹妹的助理了，让妹妹下车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下车，是暂时不发通告而已啊。这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就是田小姐的身体可以正常录节目之后，节目组会继续发她通告的。妹妹生病了。哎呦，冯东东这位同志，你们老同志都是了解的，嘴巴大又夸张，给他一颗瓜子，他能给你们说出一地的向日葵。我就是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比较容易累。你们看，我这不是挺好的？伯父伯母，请喝茶。这妹妹的脸色好像有点差呀，苍白苍白的。你看看那2个黑眼圈，一条遮瑕霜都遮不住啊！你看，她那头发那么干燥，而且还黄黄的。哎，啊，这是今年的流行色，叫亚麻色，染的。哦，亚麻色，染的好，染的好。不过我听人家说，染多了好像对身体不好。那朋友圈的文章啊，都说这容易得癌的。跟你说了多少遍那个朋友圈的事情？这怎么？尤其是写那个什么呀，为爸妈收藏，哇，看得我都惊呆了。还有专家说的，不看你就完了。像这种标题的，千万别看，看了喝凉水都得得癌症。对，我前2天就看了那个文章，本来就是说他写那个，啊，老田，邱美云女士，你们俩要不要回家聊啊？哎呀，我们还不是担心你吗？现在的女孩，一个人在外边一旦失恋了，就喊得要死要活，就干嘛？哎，这什么年代了？小年轻失恋算什么？最倒霉的是那种分手了以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哎，来，让我看看，帮我看看。妹妹，你开门呐！这伤口不处理会感染的。那这孩子这么古怪，到底像谁呀？伯父伯母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吧，待会儿我会帮田小姐泡茶烧的。那你照顾好妹妹啊。哎，老田，之前那不是空着的吗？现在住起人来了。啊，刚搬过来不久。哦，哎呀，你看，他那个花园弄得多好啊，那个树多漂亮。真的呀，我没有弄过。哦。哎，豆豆，这家人都是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有蚊子。蚊子？蚊子。嘘。你家这么大，卫生也不好打扫的。你这身份也不好叫家政，而且我暂住田小姐家对面的话，田小姐用我也更方便呀。我倒觉得田静之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你之前住在城西，每天来这里要坐10几站地铁，再倒一趟公交车，步行15分钟。可是你是做助理的，田静之一个电话你就要过来。这么看，只有你自己省时省力省钱，简直不能更方便了。大乔哥，等等，我不是邻居大哥吗？虽然有些人是白眼狼，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次就算了。这间朝向不错，给你住了。大乔哥，我爱你。
Mystics party tonight.我可是著名的一杯倒。这些掺合在一起，足够我醉1个月。我是不是也被改造成妖怪了？为什么总是跟我过不去啊？我都说过多少次，我喜欢独来独往，不想加入你们 S 组织。强扭的瓜不甜啊，大哥！就算一定要来招募，不能派个前凸后翘的大美女来吗 ？S 组织，薛灵桥，你跑我家来揍我？我不是来这里找你麻烦的。我来这里是想问你点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不让我追田径值是不行的。我看上他了。虽然不是这件事，但是这件事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。你看上谁都可以，他不行。你还对田径值余情未了？不关你的事。那就是了。你还喜欢他？我们公平竞争。我跟你竞争什么？他喜欢的是我。你这人脸皮真厚啊！喜欢你怎么了？你们都分手了，只要有更优秀的男人出现，他随时可能会爱上别人的。你在说你自己吗？你过来，干什么？你难道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大白天要拉着窗帘吗？没兴趣。不行，你一定要知道。你现在来开窗帘，看窗户下面。这是那个什么 S 组织派来监视你的人？不是，她叫叶美笑，我的前女友，是我300多年来遇到的唯一的对手，简直就是超大号的狗皮膏药。我跟她说分手，她明明是名牌大学毕业，还是中文专业，可是好像完全听不懂汉语一样，还整天跟踪我。不好意思，这位美女。多少钱才肯离开我男朋友？开个价吧。
多少钱才肯离开我男朋友？开个价吧。开个价吧。我现在一摸到美女们的手，耳边就自动回响：开个价吧，开个价吧，开个价吧。我对你的感情生活不感兴趣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真的有很多女人喜欢我。我对这个也不感兴趣。我一个人生活了500年，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同类。我今天来这里，就是想知道，这世界上除了你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基因突变人？不过，你好像已经给了我答案了。S 组织就是基因突变人的组织吗？是啊，不过他们都不叫自己基因突变人，叫超级人类。这组织是干什么的？只是超级人类聚集在一起，相互帮助的组织而已。你想啊，你500年没有遇到同类，大家体质特殊，在社会中生活都要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，就算是跟同类打了照面，也不知道是同类啊。那他们是怎么找到同类的？组织里面有个叫蝙蝠的，进化的是大脑，很聪明，只有不到200岁。蝙蝠就像有雷达一样，通过对比各地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，筛选出关联人物进行比对。就像蝙蝠找到我，是因为我卖掉200年前女朋友送的首饰。进化大脑？对啊，都是基因突变来的。不同的情况下，好像会有不同的进化，但大家唯一的共同点是，血是万能药，也不会死。那你为什么不加入？你是不是傻啊？你享受权利就要付出义务啊！我的漫长人生中，只容得下美酒和美女，什么责任感，什么保证族群壮大，我才没兴趣。想想麻烦。关于我的事，你没告诉他们？我干嘛要告诉他们？那就好。不过，你跟田径直这种公众人物在一起这么久，说不定已经被蝙蝠盯上喽。有人吗？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是这家的邻居，他不在家的时候都是我帮他签收的。哦，那你帮忙签个字可以吗？好，这里。谢谢。亲爱的老婆，今天也要想我哦。Love from 云珍。那束花，不是，花里好像有附带卡片吧？没有。哦，那我看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这衣服，我也有一套哎。我是在不撞衫家买的。我也是哎，我大多数时候也是穿 M 码的，你懂的，胸围可能有点紧。你男朋友吗？不是，
他是住在21栋的邻居薛灵桥，他是23栋的邻居白露，我们俩的衣品很相似哦，可能上辈子是姐妹吧。白露你好，我们是邻居，以后要帮忙尽管说。你会修水龙头吗？会。走。啊！改锥。不愧是之前开书店的。田小姐，可乐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你这房子好大呀，你爸妈平时不来住吗？我父母已经去世了，我是独生女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已经是蛮久之前的事了，我都快不记得了。那你其他亲人？没什么亲人了。对了，你家罚单贴到我家门口去了，现在滞纳金很夸张的，你最好上网交一下。洞洞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洞洞，你们有来往？对，没想到洞洞也是一个黑客，我们可以交流一些有关于电脑安全的问题，还有如何编写伪装墙的木马病毒。洞洞那个变面侠的病毒有一些缺陷，我帮他完善了一下。他这么聪明，做助理真是可惜了呀。对，可惜了。生料袋在哪里？我去找。这位大姐，到底会不会聊天？汇报一下情况。我们负责监视失踪人欧阳慧的丈夫，没有发现异常。你之前不是怀疑他跟下属有婚外情吗？那是个乌龙，他下属不喜欢男人。小杨哥，要我说，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妻子失踪了，还能正常的上下班，一点不着急的样子。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妻子失踪了，天天借酒消愁，以泪洗面就合理了。他要做的是有担当，找人是警察的工作。队长，我有个提议。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和张宇仔不要再假扮情侣了。为什么呀？他连个手都不让我牵。后来不是签了吗？你手心里那汗出的，我到现在都是一手的泡菜味儿。糟了，泡菜！上次外公给你拿的亲手腌制的泡菜，一直落在我车上，忘了给你送过来了。冰箱里有饮料，自己拿。好。当警察也不用这么拼命吧？我母每次打电话都跟我哭诉，让我说说你，赶紧找个女朋友。我妈可能对咱俩的关系还抱有幻想吧。只要你没有幻想就行了，咱们俩这辈子注定只能做姐弟了。姐姐都没谈男朋友，弟弟就更不用着急了。哈，你还学会顶嘴了？哎，咱们俩之间可不玩那种30岁你未娶我未嫁就凑合过日子的备胎游戏。遇到警花你就娶了吧，别太挑。
知道了。薛灵桥没有再联系你吧？你找他有事儿？哦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他。要是没联系就算了，最好没联系。不只有联系，我还怀了对面老薛家的孩子。哦，对了，最近外出最好别落单啊，多留个心眼儿。那3起失踪案都没有接到勒索电话，基本上可以推断那3位失踪者已经遇害了。我们怀疑是有连环杀手作案。每次遇到你，我都觉得画风突变。我们的生活明明是浪漫偶像剧，你一出场就变成了香港刑侦片。没有突变啊，他们其中有一个是做微商卖面膜的，他的客户都是女明星。你没在他那儿买过面膜吧？小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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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啊，你醒醒啊，小植，小植！您好，这里是120急救中心。先生，抱歉啊，今天柠檬芝士蛋糕卖完了，您可以看一下那款草莓的，也很好吃啊。我先请示一下。您女朋友可真有福气。给我妈买不行？喂，田小姐，草莓芝士蛋糕可以吗？小燕哥，小植在客厅晕倒了，我已经叫了救护车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赶紧过来吧。不是，小燕哥，田小姐只是没休息好，睡着了吧？睡着了会叫不醒吗？上一秒还在跟我聊天呢。不是，小燕哥，田小姐最近经常这样，睡醒了就好了。经常这样？啊不，小燕哥，田小姐是明星，叫救护车很麻烦的，回头娱乐新闻又要乱写。是娱乐新闻重要还是身体重要？喂，小燕哥，要完！田小姐要是被送去医院，肯定会被抓去做研究的，大乔哥也会被曝光，然后我就失业了，住的地方也没有了。现在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呀。这边，快！门怎么锁上了？密码是……这边。病人呢？不是说晕倒在沙发上吗？小植，在这儿了。小植，听我回话。我们的医疗资源是非常宝贵的，你是不是和女朋友吵架了呀？他可能在里面晕倒了。小植，我撞门了啊！不过，你跟田径直这种公众人物在一起这么久，说不定已经被蝙蝠盯上喽。你帮我联系一下 S 组织。啊？你找他们干什么？这么想不开？我有事情找他们帮忙。不要，他们定期监视我，我讨厌他们。再说了，你还老揍我，也讨厌你。是你说的，同类要互相帮助。当我欠你一次。
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求我了，我就帮你一次。谢帝，你终于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脸窒息了吗？我回头再详细的跟你解释前因后果。我也是刚听说小燕在之前执行任务的时候接触到了放射性物质。哎呀，总之你先跟我一起去监护室喂点血给小燕。大身体里那些该死的癌细胞。薛灵桥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我打电话让你阻止田小姐被救护车拉走，你没及时赶回来就算了，居然还有心情在这看偶像剧，不去拦截救护车。站一边去。哦。可是田小姐真的不能去医院，否则会有大麻烦的。你到我这撒泼之前，都没到隔壁先确认一下吗？啊？门怎么锁了？嘘，田景之，你刚才在莲芝面前睡着了，他叫来了救护车，考验你演技的时候到了。我撞门了。哎，小燕，你还没走啊？你真的不用去医院看看吗？都说了没事，我不是很快醒过来了吗？只是最近有一点没休息好，加上贫血而已。但冯豆豆说你最近经常这样。哎呦，冯豆豆这位同志，给他一颗玉米，他能给你输出1桶爆米花。快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那我走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贫血的事千万不要跟老田说，否则我会喝汤喝到吐。是，长官。拜拜。冯洞洞，你鬼鬼祟祟躲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嗯。幸亏你及时醒了，否则大乔哥就只能拿剪刀去扎救护车的轮胎了。田小姐，我的表现还不错吧？这女明星能找到一个聪明又贴心的助理，太不容易了。你看我的工资能不能……是你打电话告诉薛妖怪我怀孕了的？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告诉他你不能去医院，然后他说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嗯，而且刚才在对面，他也没有就你为什么不能去医院提出疑问。该不会他其实早就……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还买了我家对面的房子？有一些事情想要确认，所以回来了。那事情确认完了吗？怎么样？不太好。是饿了吗？我去给你煮杯奶茶。不用。小燕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她妈也是我干妈，我真的不忍心看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呢。小芝，又在看偶像剧啊？嗯。男主和女主分手了吗？感觉应该快了。
以我多年演偶像剧的经验，男女主因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彻底分手后，女二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有机会上位了，编剧往往会祭出最后一个大招。某一天早上起来，女主开始干呕，咽喉炎吗？女主怀孕了。我一直觉得编剧的脑袋里有坑，明明是个爱情故事，最后竟然是因为孩子复合。楚楚的假装不知道，在我身边晃来晃去，你又是安的什么心？好吧，即使你不来找我，我也准备这2天和你谈谈关于孩子的事。好，我给你个解释的机会。我们2个之间本来是不会有孩子的。我们对这个孩子一无所知，因为他的特殊性，你连去医院检查都不行。决定回来找你之前，我查了一些资料，再结合最近通过观察你的一些身体情况来综合判断，这个孩子在你的身体里应该是一种完全的寄生关系。孩子生长所需要的养分是通过脐带进行血液循环供应的。你也通过血液暂时获得孩子所具备的自愈能力，这些能力都是暂时的，是孩子为了自己能够安全降生做出的一种本能选择。所以，在孩子出生之前，我是不死之身。相反，当养分不够时，母体会优先将营养输送给胎儿。你嗜睡是由于贫血，导致大脑供氧量严重不足。即便你大量摄取食物，也无法补充这个特殊的胎儿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部养分，只能消耗你身体里存储的脂肪。所以，你的体重在不断的下降，而且，以后孩子所需要的能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多。好，铺垫的足够多，说出你的结论。结束妊娠。就凭你的一些无端的猜测，你一个人就决定了这个孩子的去留？田静之，这不是无端的猜测，他的存在让我们2个人都担惊受怕。让你担惊受怕了这么久，真是对不起了。你有没有搞清楚自己的位置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无关。这个孩子要去要留，也是我田静之一个人说了算。田静之，你心里明明比我要清楚，我不是在害你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
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让我拿掉孩子，我偏不。你好，我来拿一下21栋的快递。好的，稍等啊。啊，对了，22栋的邻居说他的快递也让我帮忙一起拿回去。你看，这个寄快递的忘记写门牌号了。那可真是太粗心了，幸亏是寄给田径直，如果是寄给别人的话，很可能就收不到。是啊，要不是明星，谁知道寄给谁的？23栋的快递吧。稍等啊。揽见地质诱惑，是个捉迷藏的高手。我的快递拿来。什么快递？物业说你帮我取了快递，快递呢？没有快递。好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你只要跟我说是谁寄给我的就好。诈骗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有人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，所以寄诈骗信给我。对。对个头啊！你还真顺杆爬啊！在你眼里，谁长得都像诈骗犯，对吧？这是最后一次，我警告你，你最好不要再碰我的任何东西，否则不用别人，我自己都会把你送到稀有动物研究基地去。哼！什么明朝世家公子，装什么呢？明明是个混市井的地痞流氓。你在干什么？嘘。哇，太犯规了，好可爱啊！好像是天太热了，所以小猫才在车底下乘凉。喵。你很喜欢小动物啊？不喜欢。啥？生命周期太短，死掉后会很伤心。人生未知的痛苦已经太多了，明明知道会有的痛苦，也要避免才对。你有没有看过顾城的一首诗，叫《避免》？是什么？你说你不爱种花，因为害怕看见花一片片凋落，所以为了避免这一切的结束，你拒绝了所有的开始。你这一点跟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，我们拥有开始，却无法避免一切的结束。但是，你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开始。义无反顾这个成语用得好，知道会结束，
却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开始。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宿命。总是在制造痛苦，我反而觉得这是人类的缺陷。或许吧。回凉。田小姐，我那天碰见白鹿晨跑，又跟你撞了。所以呢？据说衣品相似的女人，对男人的眼光也差不多。所以呢？你说白鹿会不会也喜欢上大乔哥啊？什么叫也？谁还喜欢他？当自己情圣，还住在自己前女友家对面，偶像剧看多了吧？再说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本来跟我没关系，但因为跟田小姐有关，就变得跟我有关系了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不管田小姐变成什么样子，我的职业生涯就是要服务好田小姐。行了行了，涨工资的事情免谈。没看到我现在都接不到合适的工作吗？别偷懒，快骑马去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拉着你一起锻炼吗？我们要增强体质，杜绝昨晚类似的事情发生，彻底断绝跟邻居大哥的关系。啊，可我还住在对面呢。冯助理，邻居大哥收你房租了吗？那邻居大哥是为什么搬过来的？你不是说了吗？因为你怀孕了。所以说，是因为我的关系，邻居大哥没有收你的房租，那是不是就应该算我给你涨工资了呢？不对啊，田小姐，因为住到对面去，我的工作时间也延长了，双休日也没有了。啊，田小姐，田小姐，喂，先生您好，您要是寄件的话，可以直接在手机上下单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。虽然换了2个不同的地方寄勒索快递，但快递单都是从公寓前台扯下来的，所以和这里寄出的快递单号相连。
小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手机也没带。小杨哥刚刚打你电话。我去找白鹿闲聊了。这么快就去刺探敌情了？你那是什么踩到大便的表情？你们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？上次他家水龙头坏了，我去帮了点忙。水龙头？嗯。幸好是你去，不是邻居大哥去。邻居大哥怎么了？他很会修水龙头的。你演偶像剧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嗯。这男人去女人家修水龙头，水龙头一定会疯狂的喷水，然后把双方都淋得湿淋淋的。只要一失身，在男女对方的眼中，就像是加了滤镜，性感度直接就好像对方在你的面前大跳夜舞一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阀门没关紧。然后，他们就会迸发出火花，一见钟情。不知道，没演过。那不是女一号的戏吗？哎，田小姐，不用给小杨哥回电话了，他想问的事儿已经问过我了。虽然我没有跟你一样的能力，但也不要小瞧一个警察的观察力。田径直的演技果然是没怎么进步。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坚持送小直去医院吗？因为你明白，只要有我在，他的身体根本不是问题。毕竟，我的血治愈过你的绝症。为什么回来？而且还住在小直家对面。放心不下，所以就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出现会给小直带来很大的麻烦？有麻烦的话，解决掉不就可以了吗？小燕问你要邻居大哥的新号码，你就告诉他了。他都查到大乔哥住在对面了，我不说他也能查到呀。大乔哥，邻居大哥。哼，田小姐，你这称谓变得也太快了点吧？本来说好做朋友的，就算邻居大哥是因为孩子回来的，那也完全不影响啊。怎么不影响？交朋友是要看人品的，他那是恶意的隐瞒。可你也没主动说呀。算扯平了，扯平？我这是善意的谎言。田小姐，你不会是想跟邻居大哥重修就好吧？冯助理，注意你的用词。死灰复燃？闭嘴！给我榨杯火龙果汁，我要去籽的。明明就是不死心，还叫什么徐爱婷？徐灵乔，你还爱小直吗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没关系，自己来。我是因为你在电话里说，让我配合执行公务才同意见面的。这个问题不是公务吧？当然不是。这3个月，我们通缉洪世光，却一直找不到他。我想，最后见到他的人应该是你吧？从那之后你就不辞而别了，我也没有机会再问你。你怀疑我为了复仇杀了他？
你可以说你没有。那天我确实动了杀心，但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变成一个行动不便的白发老人，所以我饶了他。我也不想田静植有个杀人犯的前男友。后来呢？据我所知，他被送到了流浪老人收容所。难怪我们找不到他，就算当面碰到，也认不出他来。不用通知你的同事了。回来之后，我找人调查过，他被一个假冒的远方亲戚接走了。接走了？对。许灵桥，如果遇到棘手的麻烦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在隐藏你身份的前提下，尽量帮忙。嘿，大乔哥，你要来一罐吗？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？田静植要你做的事情什么时候办？我这也是工作呀。田小姐心情不好，以前每次跟你吵架，都会拉着我去酒吧喝酒解愁。现在，她连解愁的方式都被小妖怪没收了，所以她醉不了，要我帮她醉。干杯！不过大乔哥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们田小姐，刀子嘴，豆腐心，你多哄哄她就好了啊。这次不行。What? Why? 他好不容易接了一个新工作，心情不好，给粉丝摆臭脸，也不好的。他现在这种状况还能接工作 ？Of course， 不需要出门，也不需要演技，随随便便在家里做什么都行，跟粉丝聊聊天就可以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工作？菠萝街直播呀，现在很流行的。无论怎样，拜托你们赶紧和好吧。Cheers。周末的夜风微冷，手心还残留余温，上一秒还是恋人的身份。有些事已经不可能从熟悉到陌生，只不过是一种过程。眼角挥湿的泪痕，表情藏不住心疼，寂寞冰吞，下手毫无分寸。一个人，静的只剩下心跳声，那稀薄的温存就别再过问。
小妖怪再来一次基因突变就麻烦，长出8条腿的话太费血了。